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需要排便，但很多人呢，由于饮食不当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排便困难，出现便秘的情况，这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。那该怎么缓解便秘呢？下面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蜂蜜。蜂蜜是一种天然的食物，营养价值很高。蜂蜜中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，具有润肠通便、促进肠胃蠕动的功效。经常吃点蜂蜜，不仅能改善便秘，还有美容养颜、养护血管的作用。第二种，玉米。玉米是常见的粗粮，不管是煮玉米还是烤玉米都非常好吃。玉米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粗纤维，能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人体新陈代谢，所以经常便秘的人多吃点玉米也能够缓解和预防便秘。第三种，菠菜。菠菜是一种很有营养的蔬菜，含有很多营养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，也有润肠通便、促进排便的功效。所以呢，没事吃点菠菜也有助于缓解便秘问题。如果想要远离便秘除了多吃通便食物，平时还要多运动，避免熬夜，养成好的习惯，肠道才会更健康哦。走路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人走路时脚后跟会有疼痛、不舒服的感觉。其实这可能和2个原因有关，大家别忽视了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骨刺。很多人走路发现脚后跟疼，这很可能是脚后跟隆起了骨刺，使局部地方呢受到了摩擦或者是损伤，出现炎症，从而呢有疼痛的感觉。第二个，风湿。如果患有风湿，也可能会出现脚后跟疼痛，尤其呢天气冷的时候，疼痛会更加明显。建议大家平时呢可以喝点菊花茶和金银花茶，有疏通经络、活血化瘀的作用，对缓解风湿有好处。那最后呢，建议大家平时走路也要合理，不要走得太多哦。每天晚上用热水泡泡脚，既能缓解疲劳，还能帮助我们保养双脚。我们每天都在走路，很多人呢也在用走路的方式来锻炼身体，但是走路也不是随便走走的。若能学会下面2种走路方式，或许能够让你越走越长寿哦。第一种，踮脚走路。这种走路方式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非常的合适。踮脚走路可以锻炼小腿后侧的肌肉，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，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，还能够改善痔疮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第二种，走一字步。走的时候要上半身挺直，然后2只脚坚持的走一字步，也就是左右脚轮流的踩在中间线的位置，然后走路的同时要左右的扭胯，每天走500到1000步就行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强腰部力量，缓解便秘，对身体也有好处。那中老年人想养生，除了多锻炼，还要呢注意饮食，多休息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或者喝一些养生茶，比如桑叶茶、黑苦荞茶、蒲公英根茶等，对身体。每天都要走路，其实走路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。经常走路也可以帮助降血糖，但是呢要走对了才行。可以试试下面这2种走法。第一种，摆臂大步走。这种走法不仅可以锻炼手臂，还能够锻炼腿部。走路时手臂要摆动到最高处，每天坚持走半小时以上。走路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，起到控制血糖的作用。第二种，上下拍手走。在进行走路时，将双手在自己的头顶拍一下，再在背后拍一下。这个走法呢，能够促进上肢肌肉的收缩，增加体内血糖的消耗，也是每天坚持半小时以上，对降血糖有帮助哦。除了走路的方式，食疗的方法也是不错的，经常喝点大麦茶或苦荞茶，对控制血糖都有帮助哦。每天都会走路，但是你知道走路是降糖的良药吗？不过不是随便走走的，要掌握2种走路技巧，才能够起到降糖的效果。第一种，快步走。快步走是中老年人经常会用到的锻炼方式，快步走对降血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，因为快步走消耗的能量比较大，能够快速的将体内的糖分分解，所以想要降血糖，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快步走，每次走半小时以上。第二种，上下拍手走。这个走路方式很简单，就是大家在走路的时候，双手在头顶和后背交替的拍手。这样拍手走路可以锻炼手臂肌肉，消耗体内血糖，从而达到降血糖的目的。做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最好迈大一点的步子，然后呢，手掌要有节奏的拍打。
那对于血糖高的人，平时呢还要注意饮食，饮食要合理，加上适当的运动，能够帮助很好的控制血糖。那建议大家呀，还可以常喝一点苦荞茶。苦荞茶呢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，既能软化血管，也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。养肾如养命，肾脏健康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肾脏不好，那么就可能会有腰膝酸软、夜尿频多、耳鸣等问题出现。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养护肾脏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太溪穴。太溪穴在脚的内踝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，两侧呢是对称的，左右脚各一个。太溪穴属足少阴肾经，按摩时用大拇指按揉就行，感觉酸麻胀痛为宜，每次5到10分钟。那两只脚交替按摩，可以呢早晚各按一次。按摩太溪穴具有补益肾气、养肾护肾的作用，所以大家呢坚持的按一按，对肾脏健康有很大帮助，尤其对肾不好引起的腰酸、腿疼、耳鸣、头晕等问题有很大的改善作用。肾不好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，经常吃比如桑葚、黑枸杞、牡蛎等养肾食物，也有改善肾脏功能的作用。水果是人人都爱吃的，水果能为人体补充营养，对身体呢有很大好处。尤其这3种水果非常适合晚上吃，可以帮助祛湿，促进睡眠。1. 葡萄，葡萄非常好吃。葡萄中含有大量的褪黑素，这种物质对提高睡眠质量有很大帮助，所以睡觉前吃几颗葡萄可以帮助辅助睡眠，预防失眠出现。同时，葡萄中还含有果酸，可以帮助消化，有健脾和胃的作用。2. 荔枝。荔枝也很适合晚上吃，荔枝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蔗糖和维生素 C， 有很好的养血安神作用。如果睡前适当吃几颗，也能改善失眠，帮助祛湿。不过不要吃多了，容易上火。3. 桂圆。桂圆是常见的水果了，非常的好吃。桂圆呢有补气养血、镇静安神的作用，还可以御寒祛湿，所以睡觉前吃几颗桂圆，对睡眠也有帮助。通常我们身边有便秘的朋友，我们都会说，那就多吃点香蕉吧。其实香蕉并不是最通便的，而下面这2种水果才是最通便的。第一种牛油果，牛油果是很多人喜欢的水果，营养呢非常的丰富。牛油果中含有纤维素、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有促进消化和肠胃蠕动的作用。那经常便秘的朋友多吃一些牛油果，能够帮助呢排出宿便，缓解便秘，并且还有美容瘦身的功效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2种苹果，苹果是好吃既营养的水果。苹果呢含有较多的果胶和膳食纤维，具有促进肠胃蠕动、润肠通便的作用。那经常吃些苹果，能够让大便变软，对缓解便秘也有一定的效果。所以经常便秘的人可以多吃点苹果。除了多吃水果，还可以呢多喝点通便茶饮，比如苦荞茶。苦荞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，有一定的润肠通便作用，并且还有调理血糖、养护血管的功效，所以大家可以多用苦荞茶泡。现在的人都以瘦为美，所以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减肥。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管住嘴，迈开腿。生活中常吃的一些素菜，其实呢也含有很多脂肪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第1种土豆，土豆含有很高的淀粉，人体吸收后会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和糖分，如果吃得过多，就会引起身体肥胖，对减肥不利。第2种茄子，茄子是常见的蔬菜，虽然好吃，但是茄子在烹饪的过程中，它的水分呢会蒸发，并且产生很多油脂，如果吃多了也不利于减肥。第3种仿素食，生活中有很多仿素食食物，比如素火腿、素牛腩等。这类食物呢，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加入很多盐油脂含有的脂肪是很多的。如果呢你也喜欢吃，也容易使人变胖。所以想要有一个苗条的身材，就要管住嘴，加上平时呢多运动，没事儿可以喝点冬瓜荷叶茶，这样对减肥有帮助。如果长时间坐着或者是站着，就可能会使人出现腰痛、腰酸的情况，严重的还会给腰椎造成伤害。那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经常做一做，养护腰椎健康。平躺在垫子上，双腿弯曲，脚掌踩在垫子上，双手呢向身体两侧伸直，
然后将双腿膝盖向右侧转动，同时腰部向左侧旋转，头也偏向左侧，这样坚持10秒，再返回到还原的位置，然后呢，再向相反的方向做这个动作，每次做5分钟左右即可。可以早晚都做一次，这个动作能锻炼腰腹部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腰疼、养护腰椎有非常好的效果。不想腰椎受伤呢，平时要注意不能够长期久坐不动或者是弯腰，多注意腰部的保暖，也可以常喝苦荞茶。苦荞茶有活血化瘀、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，能够帮助保持气血畅通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疑问，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。拜拜。